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古风小生变硬汉，刘宇宁挑战扫黑剧，携手孙红雷演铁证。刘宇宁这次不是在转型，像是在换跑道。铁证一开机，很多人先看到的是孙红雷，是扫黑题材，是伍佰和陈玉欣这样的班底。不过真正有意思的信号反而藏在刘宇宁身上，一个长期被贴上古装美男标签的演员，突然站进这样一部正剧里，这是表面是个人选择，往深处却像内娱男演员生存法则的一次提前应答。原文里最硬的事实其实很清楚，2026年4月20日铁证在云南开机，刘宇宁进入主演名单，搭档孙红雷，剧集是腾讯视频扫黑三部曲的收官作，导演是伍佰，编剧是陈玉欣，剧组要在云南实景拍摄180天，而且对看守所环境、公文流程、技术细节都做了严格核验，这不是一部靠流量热度撑场的快餐剧，门槛很高，容错很低，所以问题也来了，为什么偏偏是刘宇宁？很多人会说，因为他想突破舒适圈，这话没错，不过还不够。真正值得注意的，不是他想不想变，而是他必须的变。古偶赛道的回报，过去几年确实很亮眼，但他也最容易制造一种假性安全，角色热，脸也熟，平台愿意投，粉丝也愿意追，可一旦年龄上移，角色重合，观众审美疲劳，这条路会突然变窄，甚至不是慢慢变窄，而是一下收口。36岁这个节点很关键，他自己在直播里说得很直白，巡演继续做，音乐保持产出，演员方向慢慢从言情剧转向正剧，这不是简单加计划表，而是在重排职业重心，因为男演员一旦接近40，真正能延长职业寿命的往往不是更轻盈的爱情戏，而是谍战、历史、警匪这些更吃质感的类型。这和很多行业很像，前半程比的是爆发，后半程比的是抗折旧。这也是铁证最值得玩味的地方，它不只是一个项目，更像一场压力测试。刘宇宁为了角色减重15斤，补金融知识，因为角色并非普通刑警，而是游走在资本与罪恶边缘的复杂人物，这说明正剧对演员的要求不只是换服装，不只是把扇子换成警服，他要求你把过去最顺手的表演惯性拆掉，再重新装配。这个过程很像一些互联网公司从流量模式转向利润模式，表面看是转型，实则是在修正底层结构。再看铁证本身的故事，时间线从2008年拉到2018年，韩永强从司机一步步变成黑恶势力核心，甚至操控舆论，干预司法。而刑警高原带领专案组，在三查三否的挫败里持续追索，这种10年拉锯，不靠爽感推动，而靠证据和耐心推进。于是他天然会筛掉一部分知识和外放型表演的人，也会逼着演员把气质表演让位给细节表演。孙红雷在这里的存在就更像一把尺子，他过去在征服扫黑风暴里已经建立了强烈的类型说服力，这次饰演老派刑侦技术专家，靠走访、账本、监控和推理拼真相，几乎代表了一种老方法论的稳定性。放在刘宇宁旁边，既是压舱石，也是照妖镜，你到底是真进步，还是知作姿态，对戏时会很快见分晓。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后果，演员转向正剧，改变的并不只是个人口碑，也可能影响平台的选角逻辑。如果这类转型被证明可行，那么古偶演员与正剧演员之间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会被进一步冲淡，平台未来在选人时可能更看重可塑性，而不是既有标签。
这对行业未必是小事。国外影视工业里也有类似路径，很多早期靠偶像形象成名的演员，真正站稳位置，靠的都是中后期的类型突围，不是因为观众突然变严格了，而是因为市场最终都会追问一个问题：除了最适合你的那类角色，你还能不能承担别的叙事重量？刘宇宁这次进铁证，关键并不在于他能不能演出硬汉感，那只是最表层的检验。更深的一层是，他是否能从被题材托举变成能拖住题材的人。如果能，那这次就不是单次突破，而是职业坐标的改写。如果不能，代价也很明确，观众会更快意识到，光鲜标签终究不能替代角色分量。当一个演员开始主动撕掉最省力的标签，事情往往才真正开始。毕竟行业从不缺会发光的人，缺的是愿意在强光之外重新练一遍基本功的人。